魏无羡转身去接，发现是望击琴被蓝忘机抛了过来。魏无羡利落地接下望击琴，目光如电，对领琴者沉声命令道：“退开！”领琴者本有心让表演中断，令精灵丢脸，但被魏无羡凌厉的眼神一震，浑身发冷，下意识地让出了琴桌。魏无羡擎着望击琴，边抚琴边落座，转瞬便接上了乐曲，依然是那曲华彩乐章。魏无羡刚才观察领琴者时，顺便记下了整个乐队演奏此曲的节拍，此刻接得天衣无缝。因他替换的是领琴者的位置，曲子继续由他主导。望击琴方才已被蓝忘机注入一些灵力，琴声放大数倍，直上云霄。即使其他乐师未能及时跟上，望击琴声亦可盖过伴奏乐声。这次精心策划的断弦还未引起骚动，就已被魏无羡控制住局面。刚才还在互相敬酒的众人，渐渐变得鸦雀无声。大家都陆续注意到，助兴表演的琴师竟然变成了夷陵老祖魏无羡。魏无羡一身蓝氏正服，卷云纹精致而低调，头上端正地佩戴着抹额，面若美玉，颜如月华，一双眼睛灵光流转，满头乌发如瀑如云。魏无羡不常参与玄门活动，蓝氏主办的清谈会也不常广邀百家，因此除了临近姑苏的几个世家，其他少有人得见魏无羡着蓝氏校服的模样。今日一见，只觉白衣云纹衬得他款款温柔，全不似传说中的邪魅纵恶。一头绸缎般的青丝低低系于颈后，竟生出几丝温婉意味。魏无羡信手徐弹，望击琴声零零丛丛，最是普通的庆典欢庆之曲，在他指下却是旷达浩瀚，天高海阔。从来只知夷陵老祖陈琴一曲如天人之音，未曾想他也如此精通琴艺，当真是君子世无双，莫上人如玉。夷陵老祖为小金宗主弹奏琴助兴，的确是难得一见的景象。金家众人再次意识到，金陵年纪虽轻，但其身后不仅有江家鼎力支持，还有一个夷陵老祖全力相助。甚至本应自金光瑶起断了联系的蓝金两家，也重新接续上了。曲尽尾声，魏无羡思索着，是否继续弹奏一曲？他若是只奏半曲，似乎也不算失礼，但终归不算为金陵挽回颜面。若是再奏一曲，则什么曲子才好？毕竟他与身后的乐师们从无交流，更无默契。直觉的魏无羡看向了蓝忘机的方向，举棋不定时，找寻他的身影已经成为习惯，却见蓝忘机早已离席，走向自己。魏无羡灿然一笑，蓝忘机走到魏无羡身旁，自他腰间抽出陈琴，横于唇边，笛声清越，有如穿林之风，腾林之鸟，是古曲熠熠生辉。此曲颇为难习，伴奏的乐师们都停了下来，细听望羡二人合奏。蓝忘机吹得如魏无羡一般轻灵明快，似朝霞穿破层层雾霭，金辉覆上重重青山。魏无羡的琴声追寻而上，缠绕笛音，一改方才的大开大合，浩浩荡荡，弹出了几分缠绵悱恻的情味。两人默契十足，虽是冷僻难习的古曲，也能演绎得行云流水，不绝如缕，令人如痴如醉。蓝忘机一直注视着魏无羡，因他低着头，只有魏无羡得见他眼中柔情万千。魏无羡看着蓝忘机吹奏陈琴的样子，方才那一点犹豫俱是烟消云散。金陵台如何，鬼笛又如何？他身边已得蓝忘机相伴，又何惧往事沉痛？众人从来只知鬼笛陈琴，血雨腥风，却不知那也不过是一件可以在夜宴上奏乐助导的普通乐器。琴笛缱绻，曲声瑰丽，望羡合奏之音如现黑夜之中明灯3000，浩浩荡荡，壮美至极。若千万游鱼过江海，星月不能与之争辉，果真是熠熠生辉。江城听曲声壮阔之中自带3分缠绵，蓦地想起这二人一个拆卸，一个吃蟹，一个练气，一个作画的景象。魏无羡窝在蓝忘机怀里撒娇说琴技生疏的画面，被蓝忘机圈在臂弯里烘干头发的画面，枕在蓝忘机腿上睡得不省人事的画面，走马灯一样闪过脑海。江城的脸色有些阴晴不定，一旁便有人观他面色，意味不明地递出一句：江宗主，没想到夷陵老祖着蓝氏校服是如此的风华绝代。
江澄深知今日是金陵生日，淡淡回了一句：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理应如此。噎得那人不再多话。一曲毕，女修们几乎沸腾了，连蓝启人都忍不住鼓了2下掌。魏无羡面若桃花，眼含春水，明艳动人，笑道：献丑了。魏无羡站起身，转到琴桌前：金宗主，阿玲，生日快乐。金宗主是恭谨庄重，阿玲是亲密无间。魏无羡道贺时，亦淡淡扫了金陵身后的金家人一眼。韩光俊与我背了薄脸。魏无羡摊开手，蓝忘机从袖中拿出一个晶莹剔透的玉雕小盒，放到魏无羡手心。在场诸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到魏无羡手中。众人俱知，魏无羡近年来屡有佳作，给金陵的小玩意儿更是不少，但作为生辰礼郑重盛出来的，不知是何妙物。金陵起身离席，走到魏无羡身前，用只有3人听到的声音嘟囔道：人来了就行，何必搞这些？魏无羡道：不要，不要我可就收回去了。金陵急道：都说了是给我做的，我可听蓝锦衣说了。锦衣说了？锦衣说什么了？那你知道是什么了？当然知道。他都判了1个月了，岂有此理！锦衣这个小屁孩。魏无羡真是无语了。他做了这么久，也就只有江家的10几个孩子，蓝家的几十个孩子，也许还有欧阳家的几个孩子知道。这样都能泄露天机，计划中的惊喜没了。魏无羡气死了，抬起手，习惯性的想揉金陵的脑袋，又绝不合时宜，悻悻放下手。金陵瞪了他一眼。蓝忘机道：如兰，生辰快乐。魏无羡将玉盒递过去。这玉盒可是韩光俊亲手雕的。金陵微红着脸，双手接过，见玉盒四面各雕了一朵金星雪浪，或含苞待放，或舒展芬芳，花朵静态极妍，工艺登峰造极。金陵轻轻道了声谢谢，打开玉盒，果见其中躺着一枚精致的指环，是纯净的银色，至于蓝色绒布上极为美观。金陵将指环套在平时戴紫电的食指上，果然连尺寸都一模一样。金陵运起灵力，指环如有灵石，迅速生出耀眼的金色宝光。金陵照着运用紫电的法门，巨力向前挥出，撤出一根光滑灿烂、灵光闪耀的金色长鞭。魏无羡得意道：是不是很厉害？阿玲，你起个名字吧。金陵略一思索：金殿。哈，就这么简单？那你取一个万法归一金刚无敌至尊宝环。金陵强忍住翻白眼的冲动。那还是叫金殿吧。我本来以为你会做成蓝色或者白色的，已经取好名字叫清霜，但你做成金色，自然是叫金殿喽。你是金家家主，当然要做成金色的。魏无羡暗暗想，从前给你做过一个小物件，雕的是九瓣莲，现在你长大了，独当一面了，当然就改刻金星雪浪了。锦衣说金殿抽不出夺舍之人的魂魄。锦衣这个臭小鬼，材料不一样，功用怎么可能完全相同？你看这个魏无羡拽过金陵的手，不爽地指着指环上栩栩如生的金星雪浪。我刻了极强的符咒，寻常妖魔鬼怪别想进你的身，超级厉害的。金陵的确能感觉到，小小一枚指环中蕴含了强劲的能量。再说了，完全照着紫电做，多没创意，我才不干那事儿呢。若不是看你用紫电最是趁手，我也不仿着紫电做了。魏无羡指着边尾3圈格外夺目的金色光环，继续碎碎念：你看边尾被这玩意儿抽中的邪祟会被标记上，就算一时逃脱，方圆10里之内仍会被你感知追踪。紫电做不到这点吧？厉不厉害？喜不喜欢？金陵面上坐烧，又道了一声谢，轻声说：你一定费了不少功夫。魏无羡笑道：哪能啊，我是谁？做这些还不是轻车熟路，驾轻就熟，信手拈来。大言不惭。金陵扬起鞭子，只觉比紫电更加轻盈迅捷，回旋飞舞如灵蛇出洞，蛟龙盘旋，鞭身金光璀璨，鞭尾扫过处如点金光环，富贵牡丹，煞是好看。金陵亲随率先喝彩，众人也是交口称赞。众人早已觉得此鞭宝光华贵，灵力非常，又听魏无羡讲解其与紫电不同之处，更觉巧夺天工，妙用无穷，俱是羡慕不已。这时金氏本家一位阁老道：难得见夷陵老祖佩剑，宗主也得了新的法器，何不干脆切磋一番？此人想，
世人皆传魏无羡尚未结丹，灵力低微，见识必然极弱，让他丢丢脸也好，省得他替金陵嚣张。而金陵未必能立刻掌握新编，若能误伤魏无羡，便再好不过。无论如何，作为宗主，生辰宴上同夷陵老祖比剑，都是失仪丢分。